盗墓笔记中，为何差一步就要化龙的蛇母，却心甘情愿守护一个假西王母数千年？这得是什么技术，才能让他坐在这儿千年不死？都知道西王母通过人蛇共生的方法达到永生，其副作用就是不能离开羽域。但除此之外，西王母养蛇还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替他守墓和战斗。毕竟自己古墓中存在着有关长生的秘密，而那些觊觎长生的人肯定会想尽办法前来夺取。于是西王母便给黑毛蛇喂食识别王幼虫，从而进化成可以为他战斗的守护者。可吴邪等人好不容易在西王母宫深处找到了陈文锦一直想要找的终点，没成想偌大的宫殿布满成千上万的玉俑。各位爷，什么是玉俑啊？就是以芙蓉为形，用玉石打造的人形俑。吴邪感觉此处作为西王母国的圣地，绝对不会像表面这样简单，并且这些风干的玉俑越看越让人瘆得慌。更诡异的是，小哥只是随手在灯柱上摸了一下，整个宫殿竟奇妙的被火石照亮。还没等众人弄清其中的原理，一个巨大的悬空炉竟出现在宫殿上方。悬空炉，西王母的炼丹炉。丹炉悬空不着地，竟是由整条龙脉精华。也就在这时，拖把发现悬空炉下方竟放着7颗价值连城的蜜蜡，而盗过墓的朋友都明白，墓里看着越贵重的东西越不能乱碰。这不，拖把刚将蜜蜡拿起，整个宫殿不仅开始晃动，就连那些玉俑也诡异的复活。顿感不妙的胖子急忙喊着众人快跑，可下一秒木门却瞬间关闭。现如今他们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2横1竖就是干。率先出场的是武力天花板的小哥，可即便小哥腾空飞起，匕首却未能伤到玉俑铠甲分毫。吴邪和胖子那边更是没得说。众人用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找到克制他们的方法。但诡异的是，这玉俑只攻击男的，却偏偏放过了陈文锦。难不成这些玉俑也懂得怜香惜玉不成？来不及细想，拖把赶紧将蜜蜡放回原处，不料却引发了更多的机关。我想把丹药放回去救大家。到底什么人啊？来我们这个吗？直到小哥打破盔甲后，才发现藏在玉俑里面的黑毛蛇。吴邪让众人赶紧将盔甲打破。于是人蛇大战再次上演，可玉俑数量众多，并还会利用人海战术，这样打下去，即便不被杀死，也会被活活累死。这时胖子决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别护我！开门吧！没拆开，而此门是由青铜铸造，寻常的炸药对他可以说完全不起作用。虽说胖子没能将青铜门炸开，却把西王母的炼丹炉给震了下来，并将地面砸出一个3叔没填的大坑。小哥为了给他们争取时间，独自一人将蛇全部引开。随后众人进入坑内，却发现当初小哥自己留下的标识。可现在的小哥根本不记得标识的意思，但还是凭借自己的直觉，根据张家独有的双指探洞技术，硬生生的打开了一道石门。你造了！就在众人通过墓道后，前面竟出现了一处人面鸟的石像。人面鸟作为西王母的宠物，虽说铁三角每次见到他们准没好事，但在此处能见到他的雕像，那就说明前面肯定就是宫殿中心。可当众人刚来到一处墓室前，竟发现这里到处布满了像蚯蚓一样的虫子。而这些像蚯蚓一样的虫子，能不断的从人身上吸收血液，为的就是加重中间的石棺，从而触发上面石脸中的敏剑。3人本以为砍断石棺上的虫子就会没事，没成想又出现大量的野鸡脖子向他们袭来。好在虫子被吴邪等人砍断不少，剩下的不足以再次触发机关。可就在这时，整个宫殿却晃动起来，剧烈的震动不仅将野鸡脖子吓走，就连红色的石棺也缓缓上升，并且还出现了一条全新的墓道。不见你！众人爬上石阶以后，本以为见到了传说中的西王母，没成想陈文锦的话却打破了众人的想法。这不是西王母。通过陈文锦的话中不难看出，他似乎很了解西王母，而小哥也在石碑上发现了玄女给西王母的留言。吴邪才明白眼前的西王母是个冒牌货，那真正的西王母究竟去了何处？还有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获得长生？正当众人对这些问题疑惑不解时，胖子却发现了地面上的机关。吴邪猜测这是玄女给西王母设计的，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二话不说便踩了下去。随后玄女棺材上的吸血虫全部撤走，看来这个机关为的就是西王母复活后能够安全的通过前面的蓄水池。而这时候小哥却突然将一块玉佩交给吴邪，陈文锦却在王座后面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的终点，我要找的东西一定就在远域里面。陈文锦迫不及待地进入陨域当中，却没料到自己没带绳子，于是小哥立马追了上去。也就在这时候，小花和黑眼镜赶来。根据他俩在壁画上看到的推测，西王母肯定也进入其中。为了寻找终极的答案，小花也想进去看看，没成想却被黑瞎子制止。
未知都很可怕，你不是哑巴掌。直到看到黑瞎子的眼睛，谢雨辰才打消了进去的念头。那这趟西王母宫之行，黑花组合算是陪跑。随后便带着拖把等人离开，只留下吴邪和胖子在等着小哥出来。可就在两人等到7:49分时，吴邪却在允域中看到一个人影。对于这个人影，有的说是陈文锦，而更多人则认为是西王母本人。不过这时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只因小哥已然从允域中出来。知道出来，你别装了，你知道你在骗我。该不会是61了吧？61，他才61。张起灵，张起灵，小哥，张起灵，没时间了，没时间了。允域里面究竟有什么恐怖之处，竟让堪比神灵的张起灵都如此惊慌，并且还重伤昏迷过去？吴邪只好先背起小哥赶紧逃离此处。没成想在回去途中，却遇到了西王母的终极守门员蛇母。相传蛇母刚开始只是从野鸡脖子慢慢进化而成，有些低级的进化后还会模仿人说话，像吴邪在前面的蓄水池时喊他小三爷，有的则进化成战斗力爆棚的双灵大蟒，就连小哥的黑金骨刀都对他没有丝毫伤害。而眼前的蛇母则更厉害，像阿宁死后，吴邪发现野鸡脖子将阿宁搬到树上，其实就是为了祭祀蛇母。本以为凶多吉少的吴邪，在关键时刻拿出小哥交给他的玉佩，蛇母竟停止了对他们的攻击。相传蛇变蟒，蟒变燃，燃变蛟，蛟化龙。很显然，这蛇母已然达到第3阶段。他之所以看到玉佩后没有继续攻击吴邪，就是这玉佩当中有西王母的气息，可见蛇母已经拥有灵智，而西王母能将其驯化为自己守墓数千年，不难想象西王母当初的神秘与强大。小哥虽然失忆了，但这报名的家伙还记得。月婷。